经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，可除了生活工作的周边地区，北京老城区内的胡同，甚至一些地标性建筑都没怎么去过。这些年随着城市的发展，越来越多的胡同消失了，高楼大厦之间留下的只有曾经使用过的胡同名称。2010年，北京晚报、新京报等媒体发布调研报告称，截至2003年，北京老城内的胡同已由3200条降至1570条，完全保留早年间格局风貌的不足500条。现在又过去了20年，这个数字应该正逐年减少。一条金融街的改建就消失了50多条胡同。长安街、平安大街、两广路的拓宽改造也使许多胡同不见了。伴随胡同消失的不仅仅是青砖灰瓦的四合院，还有那些沉积在胡同里厚重的人文历史和墙角屋檐下的古老传说。因此，我有了重新认识这座老城，把胡同的现状记录下来的想法。走进这些胡同才发现，北京的胡同如同一座庞大的博物馆，很多古老的胡同及其名字的背后，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。京城有着3000年的建成史，800年的建都史。1153年4月21日，那位有得天下美色而妻之理想的海陵王完颜亮，决定把都城从黑龙江的上京会宁府迁到中都大兴府。从那时起，北京首次成为一个王朝的首都。京中都的皇城位置在现今西南2环的广安门一带。几十年后，蒙古入侵并烧毁了整个京中都城。忽必烈建立元朝后，刘秉忠在原京中都城的东北方向主持和建造了元大都城。整个大都城是按周礼的原则设计的，包括城内的大街小巷。元朝末年熊梦祥所著的《西京志》有记载，元大都384户巷，29胡同，胡同2字本方圆，大街宽24步，小街宽12步，胡同宽6步，约9米。这里说的胡同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胡同。胡同首次出现在了元大都城的格局里。据此，专家们普遍认为，胡同形成于元朝，是随着元大都城的建立开始形成的。元朝以后的明清两朝和民国时期，北京城比起元大都城规模更大，却是在元大都城基础上进行改造，可见的胡同数量也不断的增加。明朝人张觉编撰了《京师5城方向胡同记》，指出当时北京共有街巷胡同约1170条，其中直接称为胡同的约有459条。到了清朝，据朱一清所写的《京师方向志稿》统计，北京城的胡同巷子达2077条，其中以胡同命名的有978条。民国时期的1944年，根据日本人都田真一在《北京地名志》的记录，北京共有3200多条胡同，比清王朝增加了1000多条。所以老北京人常说，有名的胡同360，无名的胡同赛牛毛。山有山名，人有人名，每条胡同形成后，自然也会有名称。胡同的名称自元朝起，一直是人们口口相传的。到了1934年，才开始用文字写在标牌上，挂到胡同口。所以
胡同的名字要想叫响了，能够流传得开，就必须通俗、好记、上口，让人一听就明白。举几个例子，以城里最显眼、突出的城门、庙宇、牌楼、水井、河流、桥梁命名的，如西直门内外大街、正觉寺胡同、观音寺胡同、东寺、金井胡同、受水河胡同、达志桥胡同。以胡同的形状来称呼，如拐弯多的叫九道湾胡同、工字胡同，细长的叫笔管胡同、鞭子胡同，扁长的叫扁担胡同、玉带胡同，胡同一头细一头宽的叫烟袋胡同、小喇叭胡同，胡同口小单越往里走越宽敞的叫铃铛胡同、茄子胡同等等。有些胡同名称里有北京土语在里面，像闷葫芦罐胡同、口条胡同、一字胡同。有一些则带有儿化音，如菊儿胡同、罗儿胡同、鸭儿胡同、雨儿胡同。还有一些显得比较粗俗的，如狗尾巴胡同、母猪胡同、牛血胡同等。当然，这些名字现在已经改得很是文雅了，狗尾巴胡同改成了高一博胡同，母猪胡同改成了梅竹胡同，牛血胡同改成了刘学路。除此之外，胡同还有以人名命名的，以市场商品命名的，不胜枚举。接下来，我就和大家一起穿街走巷，逛逛北京城的这些古老胡同，探索他们的前世今生，寻找那些曾经发生在胡同里的悠悠往事。